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3日星期四，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什么能阻止战争？随着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继续对乌克兰的城市进行轰炸，现在考虑入侵的谈判解决方案及退出战略可能是什么样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找到结束战争和制止流血的办法是必要的，并且需要谈判。当然，任何解决办法的可行性都将取决于未来几天和几周的战争进程。考虑到西方经济反制措施的破坏性影响，这些反制措施日益加剧，以及乌克兰人给俄罗斯军队带来的代价，如果乌克兰人能够坚持未来几周，普京可能需要寻找出路。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财政压力、俄罗斯士兵的死亡和国内动荡可能会变得如此痛苦，普京将寻求退出的道路。如果战争不能给俄罗斯带来决定性的胜利，乌克兰可能会以更大的优势来到谈判桌前。双方之间的第一轮会谈，除了进一步谈判的初步计划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结果。第二轮谈判定于周四在白俄罗斯举行。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我们也对此不抱任何希望。普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他可能认为，如果他不能推翻政权，就需要施加进一步的军事压力，迫使其痛苦的让步。如果要达成协议，迟早需要双方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可能是什么？在乌克兰方面，泽伦斯基可能已经明白，他需要承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这是普京入侵的所谓推理的核心，他不太可能放弃他的核心要求。毫无疑问，普京将推动乌克兰的非军事化，这对乌克兰人来说将是一个不可行的选择。但他们很可能愿意说，一旦和平明确建立，他们将接受对他们将要维护的武器数量和类型的限制，并且还将同意不让外国军队驻扎在乌克兰。如果乌克兰受到外部威胁，就应该建立对冲。对于基辅来说，也许最难以接受的是，克里米亚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都注定要留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可能会在乌克兰体系内获得重要的自治权。普京可能会成功地推翻泽伦斯基及其政府。如果他这样做，他的部队将付出巨大代价，他强加的政权也将受到严厉制裁，使普京陷入另一个潜在的经济烂摊子。谈判带来的让步往往是痛苦的，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比无限期的继续敌对行动要好得多。即使冲突是由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推动的，外交的逻辑也可以站稳脚跟。让我们祈祷战争早点结束。更多的加息即将到来。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acklem 表示，欧洲的战争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但不足以偏离加息之路。麦克尔姆在3月3日的一次演讲中说，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适合转向更正常的利率设置的地方，这是他和他的管理委员会副手决定3年多来首次加息的第二天。他补充说，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重大调整，我们完全打算以深思熟虑和谨慎的方式收紧政策，注意影响并密切监测影响。这些评论揭示了 Macklem 将采取的恢复更高利率设定的道路。在海湾街和华尔街，关于通胀是否会迫使加拿大央行加快步伐，或者上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混乱局面是否会迫使各国央行搁置加息计划，人们一直在争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本周选择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0的水平不变，这表明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全球价格通胀的恐慌程度低于其他政策制定者。麦克莱姆似乎准备试图在这两种方法的中间找到一条路。他的评论表明，预计1/4点的增长是合理的，而不是半点的调整。这是一种认识，即10多年来对借贷成本支支甚少但超低的负债家庭将对其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利息的变化非常敏感。但麦克勒姆似乎也有可能利用他利率公告日历中的每一个机会来推高借贷成本。下一轮政策审议定于4月进行，还计划在6月1日
7月13日、9月7日、10月26日和12月7日举行会议。在上述日期中，每增加1/4个百分点，到今年年底，基准利率将保持在 2%。在大流行之前，这一比例为 1.75%。麦克勒姆称，乌克兰局势令人深感不安，但在短期内，他似乎已经决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供应链进一步中断的可能性将给消费者物价指数带来更大的上行压力。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飙升至 5.1%， 为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本周报告称，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增长率为 6.7%， 远快于加拿大央行的预期。综上所述，昨天该银行在加拿大货币政策正常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俄罗斯公司加速在中国银行开设账户。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家中国国有银行莫斯科分行的询问激增，因为该国企业在入侵乌克兰后努力应对国际制裁。在过去的几天里，有200至300家公司与我们联系，希望开设新账户。这位在中国国有银行莫斯科分行工作的人士告诉路透社，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对中国银行新账户的需求有多广泛，但这位银行家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许多寻求新账户的公司都与中国有业务往来，他预计这些公司的人民币交易将会增加。西方政府正在将俄罗斯经济与全球金融体系隔绝开来，迫使国际公司停止销售、切断联系，并倾销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中国一再表示反对制裁，称制裁无效，并坚称将维持与俄罗斯的正常经贸往来。少数几家中国国有银行在莫斯科开展业务，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拒绝置评，其他3家中国国有银行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如果你不能使用美元或欧元，美国和欧洲停止向你出售许多产品，你别无选择，只能转向中国。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放弃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市场巨头维持与莫斯科商业关系的意愿，凸显了欧洲自2战以来最大危机的深刻裂痕。这一趋势可能威胁到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主要运输和物流公司 FESCO 运输集团本周表示，在一些俄罗斯银行被踢出全球金融支付系统 SWIFT 之后，它将接受客户的人民币。中国小型出口商正遭受卢布暴跌的困扰，许多出口商正在暂停交付，以避免潜在的损失。周三，俄罗斯货币对人民币汇率跌至超过17卢布的历史低点，过去一周对人民币汇率下跌了近 40%。企业将转向人民币卢布业务，但无论如何，对俄罗斯人来说，价格将增加2倍、3倍或4倍，因为人民币和卢布之间的汇率也在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仍将增长。梅琳达与盖茨因何走上不同的道路？当梅琳达、盖茨和比尔·盖茨在1994年结婚时，他真的以为他们的婚姻会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相反，结婚27年后，这对夫妇于去年5月宣布分手。在接受 CBS Mornings 联合主持人 Gayle King 的独家采访时，梅琳达说，她从未想过自己最终会离婚，也没想到他们的分手会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离婚后，盖茨承认有外遇。梅琳达说，她本以为会解决与比尔的问题，但到了某个时刻，她意识到我需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所以我认为，当离婚将被宣布时，这对大家来说都将是一个解脱。有报道称，盖茨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多次外遇。梅琳达被问及她对盖茨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有何看法，以及这是否促成了离婚的决定时，她明确表示，她不喜欢爱泼斯坦。她有一次遇见了爱泼斯坦，因为她想看看这个男人是谁。梅琳达说，从我踏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
他很可恶，他是邪恶的化身。事后我做了噩梦。所以，你知道，我为这些年轻女性感到心碎，因为这就是我的感受。而在这里，我是一个年长的女人。我的天啊，我为那些年轻女性感到难过。这太可怕了！任何关于爱泼斯坦和盖茨关系的进一步问题，都应该与盖茨一起解决。比尔·盖茨在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我深感遗憾。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错误。我仍然致力于与梅琳达合作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我们的重点是帮助减少全球不平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梅琳达说，分手后有些日子，她很沮丧。现在是2022年，我实际上对我即将到来的事情和未来的生活感到非常兴奋。梅琳达和比尔·盖茨继续保持着工作关系。他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友好的。朋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同的词，而且这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但对我来说，仍然需要愈合。当然，我祝愿他一切顺利。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我认为这将继续下去。他说，两人将继续在盖茨基金会合作，该基金会是他们20多年前共同创立的。他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公司 Pivotal Ventures。French Gates 专注于资助赋予女性权利的项目。他说，他不仅想捐款，还想与人们见面，看看他的慈善事业。他计划今年夏天访问几个非洲国家。梅琳达说，现在她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期待着，并期待再次坠入爱河。是的，我希望这再次发生在我身上，她说。盖茨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永远为我给梅琳达和我们的家人带来的痛苦感到抱歉。我钦佩梅琳达和她为改善世界各地女性的生活所做的一切。我感谢我们在基金会继续共同所做的工作。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